传统武术太极拳实战规则到底能不能打赢日本空手道？这场比赛，太极拳的代表是太极实战第一人王占军的得意弟子韩飞龙。他只靠太极八卦连环腿，就曾创下过连续30次 KO 对手的恐怖战绩。刚柔并济的太极拳法，总能打得对手苦不堪言。4两拨千斤的擒拿手更是让人防不胜防，经常以小博大。韩飞龙在15岁时便斩获了全国太极拳大赛的冠军，其打法灵动飘逸，虚实结合，观赏性极高的同时有杀伤力十足。而日本空手道的代表朝仓丰树，身高1.73米，体重75公斤，他曾连续3年拿下全日本空手道大赛的冠军。而这一场比赛，他将代表日本空手道向中国太极拳发起挑战。现在进行的是男子75公斤级超级战，红方选手韩飞龙对阵日本蓝方选手朝仓丰树。对，韩飞龙呢是我国著名的太极名家王占军的亲传弟子，一直呢把这个太极的一些技战法、传统武术太极的技战法揉到现代自由搏击的这个战术里面。双方上来之后呢，我们看这个朝仓丰树啊，我们发现朝仓丰树还是在做一些哇，转身的红灯，下劈连续的组合拳，哇，好漂亮！朝仓丰树逼到了这个绳脚。这个小日本可谓是相当的嚣张了，打比赛的过程当中竟然还有心思来挑衅韩飞龙。但是在我看来，观众朋友们啊，这不仅是在挑衅韩飞龙，更是在蔑视我们中国武术太极拳。现在第一回合时间已经过半，韩飞龙的表现呢是相当老成，相当的沉稳。而日本选手很明显刚刚是步子迈得太大啊，扯到裆了。日本选手的腿啊，胳膊腿都很短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步子稍微大一点啊，就容易扯到裆。看朝仓丰树正蹬。今天这个朝仓丰树，我看他手拿的呀很低，然后正蹬刚好赶上这个韩飞龙往前冲的这么一个态势，加上你单个支撑腿不稳，然后于是起正蹬的时候被韩飞龙给冲倒。而且今天韩飞龙呢，也是充当着我们蜀汉五虎大将当中的赵云的角色。所谓子龙单骑退追兵，为蜀汉立下汗马功劳。拨开正蹬，反击后手之拳，近身之后一个贴身的一个抱摔。观众朋友们，我们注意看日本选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，始终把他贱兮兮的笑容啊挂在脸上。我是想说，现在你笑得有多开心呢，一会儿就让你哭得有多惨。下劈，请问董老师，下劈这个动作是来源于哪一种？跆拳道，一开始是跆拳道里的下劈，是因为在自由搏击这个比赛当中，下劈这个力道比较大，势大力沉，而且哇，最后1秒，韩飞龙一个压哨的太极八卦连环腿，这是韩飞龙的招牌绝技之一啊！他用这一招呢，曾经连续30次 KO 对手，已经练到了炉火纯青，巅峰造极。就类似于这个我们中国坦克邱建良的神龙摆尾一样。你看，哇，太漂亮了，动作舒展，而且灵动飘逸。看完这场比赛，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啊，对太极拳有质疑的想法，我觉得可以打消了啊！太极拳真正的实战能力绝对是有的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第2回合双方的较量，大家不要认错。穿着灵动飘逸的白色长裤，他是太极弟子韩飞龙，而蓝方选手啊，他是日本空手道的冠军朝仓丰树。出动作的这个路线以及速度、力量来看，而且还有包括观赏性。对，这个韩飞龙的动作非常漂亮。对。这是朝仓丰树做正蹬没有起来，没有完全发出力量。这个时候韩飞龙一个后手的迎击，直接击中，但是同时手抄到了他的起来这条腿，然后做了一个摔的一个动作。但是这个摔法是不得分的，不计入这个裁判评判的一个因素。今天啊，韩飞龙的擒拿手，观众朋友们用的相当不错，也是很完美的克制了日本的空手道。无论对方怎么出招，无论对方怎么打，都可以轻松的被韩飞龙啊放倒在地。当然，这其中当中也包含了很多太极拳的精髓，比如说一柔克刚，4两拨千斤。又是一个接腿摔。好，韩飞龙后扫，这个接腿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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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个刚才是招仓丰树的后手直拳，韩飞龙想抓住一个机会，趁他打拳发力之前呢，自己的整个重心压在前腿上。韩飞龙刚才的目的是想少提他的这个支撑腿，让他这个失去平衡，但是没有成功。就是韩飞龙的正蹬落空，然后招仓丰树接住之后，一时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，有点迟疑了。我们看招仓丰树已经连续多次利用这种近身跳起来的袭击近身，然后今天韩飞龙真是怎么摔怎么有，只要想摔啊，这个小日本就会立马被放倒在地。不知道看到目前为止，您觉得韩飞龙的太极拳和对手的空手道到底谁更强呢？反正我目前看来，韩飞龙的太极拳劈挂腿。韩飞龙的这个太极拳啊，的确是招式更多啊，更加的多样化。而这个小日本子呢，他这个有点四不像了啊，不伦不类，漂亮，又一个擒拿手。方式的一个后腿的扫踢之后，被韩飞龙接住之后来一个接腿摔。既然接腿摔不得分，为什么韩飞龙要换位思做一下这样？这是他破坏对手进攻节奏的一种方式。出腿让你倒地，出腿让你倒地，虽然不计分，但是你倒地之后，整个身体就要调整自己的一个节奏，就会被打破。是，还是很聪明的一个打法。好，第二回合比赛结束，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对于这个到底谁强谁弱，心里边已经有答案了。其实韩飞龙让我们最感到意外的一点呢，就是他一个练习太极拳的啊，就浑身啊都是肌肉块。从这一点上来说，他打破了以往我们对太极拳的一个认知。我们以往觉得太极拳都是一些个老头老太太啊，身子骨很弱，但是韩飞龙打破了这一个固有的概念，这是真正的刚柔并济呀。好，现在双方的比赛来到最后一个回合，千万不要认错，白色长裤韩飞龙，蓝方选手日本的空手道冠军招仓丰树，又是擒拿手。招仓丰树的一个直接跳起来的一个膝盖的攻击，但是被韩飞龙摔倒了。转身后的技能挡住。这个是这个转身的后摆腿是应该从他出腿的这个角度来看，应该是直奔这个招仓丰树的大腿的。对。后脚跟直接抛到这个大腿的话，应该对手的伤害应该很大。看要回放。没有。这个对，没有大陆这个镜头里好。切进去。好，表示比赛可以继续，比赛继续进行。双方呢之前的比赛呢动作都非常大，所以就导致双方很容易抱在一起。连续拳法组合进攻。我觉得韩飞龙的这个拳啊也相当不错啊，打法非常的迅猛，和我们以往所看到的这个太极拳啊，这个比划来比划去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观众朋友们要区分的开啊，像公园里老大爷打的那个太极拳啊，那并不是实战所能用的。表演性质更多啊，起到一个健身强身健体的作用，而真正的太极拳法就是目前我们所看到韩飞龙所打出来的。好，转身边拳，再跟上顶膝，打法相当的连贯。转身后但是幅度过于大了。双方拳法互攻互换。这两个选手打起来场面很多戏剧化的场面，观众也此起彼伏的响起一阵阵掌声。表现呢非常的放松。这个组合拳飞击。哇，最后一个回合，这才是我们想看到的中日对决。韩飞龙在这3个回合当中呢，我觉得第3个回合打的是最好的，而且他可能已经是动了点杀心啊，想要 KO 掉对手。最后的20秒钟，双方的结果马上就要分晓。最后10秒。再次亮了一个绝招，但是没有成功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这场中国传统武术太极拳对战日本空手道的大赛终于结束。双方的比赛虽然说没有产生 KO 啊，但是比赛的过程当中看的真的是赏心悦目，非常的精彩。
好，最终结果没有悬念，那么恭喜韩飞龙在这一次中日大赛当中获得了胜利，非常精彩。同时，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特别是在美国这个地方，是吧？非常过瘾。我听到这尖叫声，我非常兴奋。本来手上的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揍他！中国小伙林疯狂征服美国拉斯维加斯，客场作战3拳2腿打废 WBC 美国洲际拳王，让老外彻底傻眼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场比赛。这一场中国小伙林疯狂杀入到美国拉斯维加斯，对战美国 WBC 66战全胜的拳王阿杰福西卡的精彩对局。没错，他是美国 WBC 的洲际拳王啊，实力非常强劲，66战不败。当然，他66战当中啊有业余比赛和职业拳击比赛啊，并不是都是职业的。但是66战不败的话，已经非常恐怖了。而这一场比赛，我们中国小伙正是有着林疯狂之称的林帅。之所以叫林疯狂，因为林帅有的时候他真的很疯狂啊，可以说是我目前为止见到我们中国拳坛最张扬、最有个性的一个选手了。原本这场比赛是美国官方邀请我们中国选手啊到美国的拉斯维加斯，也就是赌城啊来参加比赛。原本他以为我们中国的搏击水平、我们中国的这个拳击水平啊非常落后，想要羞辱我们一下。但结果今天我只能说啊，他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林帅，我们南方选手是身材比较矮的，穿着红色短裤的阿杰佛西卡。我们看到阿杰佛西卡在第一局比赛一开局啊就上去猛冲猛打，当他一个摆拳差点是已经击中到这个林帅，但是林帅抗压力很强，尽管在3个月之后复出之战，但是他要在拉斯维加斯希尔顿大酒店续写他的辉煌。我们已经向观众朋友介绍了这个蓝脚选手，美国的阿杰夫西卡。他不仅能打这种自由搏击比赛，他还能打 MM 的比赛。他的技法最好还是他的地面技。林帅之所以被称为林疯狂，因为他真的非常的疯狂啊！本场比赛他是带伤上阵，而且是右手手部骨折的情况下打的本场比赛，可见林帅对战斗的渴望啊是多么的强烈。主要是他想向这帮老美证明一下啊，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啊，不是好惹的。今天林帅你看吧，由于身高臂长，他的身高比对方要高出有14公分，他从上往下。那么这佛西卡只有通过摆拳往上扑，因为在3个月前啊，林帅的左手的指部是骨折了，大拇指那个地方，他要证明自己。漂亮，用车拽的。虽然说林帅呢，他是一个很疯狂的拳手，但是他的战术执行啊和战斗时的头脑还是很冷静的。手部骨折那就不打拳了，我们就腿法为主，拳法为辅，把我们中国散打里的没错这个侧踹腿全部给他发挥出来。而且本身我们就有着身高上的优势，再加上大长腿，你看全场溜的这个美国的 WBC 的洲际拳王是根本摸不到我，让对方看得见摸不着啊，急的是浑身都难受啊。这比赛这个场的控制还是非常好。所以在赛前啊，我们要研究对手，要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。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身材矮小的杰西·佛西卡呢，他想扑，但是毕竟林帅身材比他高，就是你用这种直拳打着林帅是不容易的。Final 10 seconds of this opening round. 看到今天林帅赛前还说，一直告诫他，尽量在比赛当中少用这种左手的前沿。哇，刚刚这一下多亏是铃声敲响，如果再晚上2-3秒，我感觉这个 WBC 的拳王恐怕就要躺尸擂台了。林疯狂果然是够疯狂啊！不仅是个性张扬，其打法风格呀也的确是够狠够猛。我们中国人就喜欢看这样的选手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林疯狂对战这位 WBC 阿杰福西卡的第2场比赛啊，第2回合。男子重量级这场比赛是进行的是67公斤级的比赛，红方是穿着白色短裤的林帅，蓝方
是身材比较矮的阿杰佛卡，这是双方的第2场比赛。这场比赛采用的是武林风的竞赛规则，要打3局每局是3分钟。比赛在第2局打得更加的游刃有余啊，利用这种移动控扰距离。但是他要捕捉战机，还要靠他的后手的重拳。不知道为何第2回合的林疯狂好像没有那么疯狂了啊，稍微是有些内敛。满场他是采取了游走战术啊，来不断的拉扯这位 WBC 的世界拳王，而对方越是着急，他的漏洞啊就越多。哦，没错，高鞭腿，哇，仅仅是擦了个边儿，擦着头皮，贴着头皮而过。我们再看一遍精彩回放，哇，这下就是擦过去，光是擦过去这一脚就让对方的瞬间趴地不起。好，还能打，还能坚持。看一下这一下还没有重伤对手，没重错，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。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！这时候李帅打得有点慌乱，有点慌乱，再稳一些，再稳一些。看到这个蒋维第2次给这个阿杰佛西卡读秒，如果在1局比赛当中3次强攻的话，那么这场比赛就要结束。林川要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要改写历史吗？他要 TKO 对手吗？比赛结束了，比赛结束了。我们看到场裁判蒋维正在保护这个阿杰佛西卡。林疯狂，观众朋友们果然是名不虚传。在篮球界有个林疯狂叫林书豪，在我们中国拳坛又有一位这个林疯狂。要知道本场比赛可是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，我们客场作战，太精彩了，主要是打的也是非常解气。好，再次恭喜这位林疯狂，也希望他能够一直在拳击擂台上疯狂下去啊！再次恭喜，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。给我瞄准了打，扔过来，来了，太后指来了，接打了，哎呦，你见过点穴用脚点的吗？霍元甲第8代传人自创点穴腿法神功，让这帮老外是既看不懂又防不住，每一招都直插对手的肋骨，谁要是被这招踢到，立马生不如死，瘫软倒地。这位霍元甲的后代名叫霍小龙，他与霍元甲同姓，与李小龙同名，和张伟丽是老乡啊，出生于河北邯郸。虽然说小伙很年轻，但自幼习武，他立志要把霍家拳法再次发扬光大。好，让我们闲话少说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位霍元甲霍大侠的传人啊，他的本领和实力到底如何？好，这场比赛的话是霍小龙来到国际赛场的第1场对局啊，他来到的是万冠军赛，我们亚洲最大的格斗赛事，对手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谢里克，生涯战绩6战5胜，也很年轻，在他们当地啊也是一个拳坛新秀。我们仔细看，金色短裤是霍小龙，而红色裤衩谢里克。这2人的量级呢，相对来说比较小啊，我们看得出来都比较瘦啊。在当年，我们看过这个霍元甲的电影啊，他立志要成为天经地义啊，荆门第1人。而霍小龙的他的胆量就大了啊，他要打遍世界第一啊，成为世界第1人。将霍家拳法发扬光大，将中国武术啊带到全世界。哎，有效果！哇，我们看这个谢里克直接跪到了地上。没错，这就是霍小龙啊自创的腿法点穴神功，直插肋骨啊！只要不投降，只要不认输啊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你连站都站不起来啊，腰都直不起来，还怎么打呀？好，哇，这一脚估计肋骨已经断掉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霍小龙的第2个对手，
我们看一个明晃晃的大秃瓢啊，他叫尼古拉·马米尼，来自于意大利啊，是一个泰式风格的选手，泰拳大师，尤其是他的腿法非常犀利。练泰拳的选手，他们的腿啊都很硬啊，中扫低扫都是非常的凶残。但上场比赛霍小龙这个独特的打法，我们也看到了啊，腿法点穴。我相信这场比赛绝对好看了啊！泰式腿法对战霍小龙自创的点穴腿法。我们看霍小龙几次摇闪躲开对方的这个扫踢啊，确实对距离的把控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两个人身高臂展都差不多，年龄上的对手大他3岁。接腿，但是我还是想说，面相上他不止大3岁，哈哈，这个胡子还是有加成啊。漂亮一个低扫，两个人都是属于这个移动步伐比较快的选手啊。没错。这场比赛由于霍小龙呢是主场作战，所以说我们看他打得非常自信啊，游刃有余。在河北邯郸举办啊，张伟丽也在台下啊，只能说河北邯郸这真是一个武者的好地方啊，遍布了各种啊强大的高手。那张伟丽咱不用多说了，现在已经是世界冠军，可以说看拳击的和不看拳击的都知道张伟丽。哦，飞膝，刚刚这下很凶啊。亲友团，霍小龙也是想在自己的亲友面前拿下一场痛快利索的胜利。那真是啊，那毕竟是在自己家门口，并且其实还得有一个前情，就是之前在这个情况闹之前，这个荣耀勇士出征了埃及那场比赛，霍小龙没有正经打，对，没打，就是憋了一肚子火。这个来看看这剩下这个是不是都能输出在这个马米尼的身上啊？但是反过来我们再说说马米尼啊，马米尼其实现在你看，虽然他这个身上这个肌肉啊被这个服装挡住了，但其实马米尼他是一个这个肌肉维度非常好、非常硬的这个选手。没错，逮住一顿输出。刚才前手的摆拳非常不错，后手又一个摆拳，漂亮，转身边拳，距离把控非常好啊，霍小龙。这是一个推倒，应该不会读秒。虽然说双方只差了3岁啊，对方也不大，但是我们感觉这个霍小龙呢就像是脱缰的野马，而尼古拉马米尼就像是3、4天没吃草的老马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哇，又是点穴推法，对方的脑袋青筋暴起。我们看对方的脑袋，大家注意看对方的脑袋上，哦呦，这个真是全是血管啊，青筋暴起。好，没有意外的话，应该是没有意外，比赛结束。哇，直插肋骨，真是快稳准狠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霍小龙的第3场比赛，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眨眼啊！白色短裤的是霍小龙，注意看，千万别眨眼。你看我这王强就一个转身后摆，促踢，又是一个促踢吗？好，又一个对手折在了霍小龙的点穴腿法之下。而且这场比赛有点太快了啊！这个开局还不到20秒就结束了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霍小龙今天的第4个对手，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乌斯曼。这个老外他很是大胆，这一次来我们中国呀，就是表明了啊，就是要挑战我们中国武术。原本他的目标啊是挑战武僧一龙，但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都清楚啊，有事儿的时候啊，这个一龙呢不是生病就是头疼屁股疼。没事的时候啊，他叫的比谁都欢啊，结果呢，一龙没敢接，所以说他便把目光啊放到了霍元甲的传人霍小龙的身上，毕竟是霍大侠霍元甲的传人，所以说击败霍小龙啊，这个可信度啊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。的选手，所以呢，体重来说都是比较轻的，非常轻巧，应该都比较灵活。往我这边走走。霍小龙在征战这个崛起的战绩啊，现在是8战8胜，5次 KO 对手，实力非常的强劲。那乌兹别克斯坦的乌斯曼呢，今天是首次来到崛起的擂台上啊，也不着急，后闪反击。乌斯曼一出前腿的时候，霍小龙非常快的反应过来就防守反击。对，哇，直拳！前面的几场比赛我们只看到了霍小龙的腿法，这场比赛观众朋友们啊，没有想到霍小龙的拳法也不弱。只不过他的腿法太过于突出啊，太过于出色，让我们忽略了他的拳法。好，接腿。当然霍小龙是有一些散打功底在身上的啊，这个接腿涮摔呢，是他比较擅长的。看看小龙是否能在第1回合去 KO
乌斯曼。哇，很重的一个中扫腿啊，憋足了劲儿啊！对，这个时候漂亮高手，打到，再次落地。哇，观众朋友们，这真是3拳2腿！让我们恭喜霍小龙又一次拿下了对手。需要打准呐！我们中国拳坛又惊现一位实力不输邱建良的实力悍将，只靠拳法，仅在一个晚上连续 KO 3位国际悍将，看得武僧一龙目瞪口呆。好，我们注意看这个英俊潇洒、玉树临风正在出场的小伙子，便是来自于我们中国江西的搏击天才吴雪松。身高1.79米，体重72.5公斤，而且吴雪松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外号，叫对外克星，因为他专打老外，从来不打自己人，而且很少有老外能在他攻无不克的拳法之下挺过3个回合，基本上不是跪地求饶，就是猝死擂台。就连武僧一龙啊，都想将吴雪松收入门下，但很可惜，观众朋友们，吴雪松呢很聪明，也很明智，因为他不喜欢与虫为伍，便拒绝了一龙。而今天吴雪松的对手，观众朋友们可谓是来者不善了，他便是眼前来自于墨西哥的全能王者泰范霍斯坎。这个家伙之所以被称为全能王者，因为他练习过泰拳，也练习过自由搏击，而且还练习过综合格斗以及散打，包括跆拳道。而且他的比赛风格正如他的绰号一般非常的全能，技术全面，毫无短板。而且我们看他一脸得意的笑容，比赛还没开始，仿佛这场比赛已经胜券在握。而且在泰范霍斯坎来中国之前很多媒体记者就开始争相报道，说他来中国打比赛，那就如同砍瓜切菜一般。咱们中国人很简单，但今天他到底是砍瓜切菜还是踢到钢板，我们看了才知道。刚改没多长时间，做完了这个3回合的拼斗，马上调整身体。马上调整精神，马上进行下一轮的比赛。是的，确实很辛苦。蓝方泰范霍斯坎，红方吴雪松。从之前双方上一轮的比赛中，我们看到泰范霍斯坎他的风格比较趋向于这种防守反击。他打得比较灵活，而且报价比较稳，是的，防守非常严密。那么就看本次的吴雪松能否挺入16强了。岳松就是说你既然你这么高，那好，那你想法把他的防守打开，是的吧？利用你的得意技，给对方造成伤害，就是击不了对方，给他打重拳，他对方有一种畏惧感，也是一种胜利。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，吴雪松是靠击术打败了亚历山大希尔。到，过低，你知道。这场比赛我真的是没有想到，双方真的是出奇的稳啊！要知道他们两个都是高手，正所谓高手过招，见招拆招。目前来看，的确是平分秋色，出手次数也不是很多。那我们能看到的是，这个泰范霍斯坎，他的双手报价拿得很高，防守意识很强。打完一拳之后双手赶紧是护住脑袋。而我们反观吴雪松，他的报价相对来讲比较松散，但是可以获得更好的进攻视野。霍斯坎的反击拳，霍斯坎的连续的正蹬腿，一扫踢。吴雪松现在也是不敢轻举妄动，非常谨慎。霍斯坎的连续的重拳重腿，这就非常危险了。霍斯坎，你觉得防守反击非常快？是的，他我这场一开场的比上场打的还要厉害，还要好。上一场比赛他刚开赛第一场回合呢还略有保守，但现在没有了。这是刚过去多长时间？我们看这个泰范霍斯坎，他是步步紧逼，可以说呢咄咄逼人也不过如此了。但他打得这么凶观众朋友们，对吴雪松来讲，我觉得是好事儿，因为吴雪松最不怕的就是有人找他拼拳。当时武僧一龙看上吴雪松的一个点，就是看吴雪松拳法的确是太漂亮非常的猛，所以说他想将这个吴雪松收入门下当他的哎呦前摆。我们刚说到拳法够猛。好，裁判一次读秒，现场裁判的话是毛景宇，这是一个老裁判了，他执行过的比赛已经多达上万场。好，比赛继续。
好，观众朋友们，第一回合比赛结束，这个铃声啊，算是救了泰凡霍斯坎一条小命。哦，还好铃声敲响了，如果再给一点时间，恐怕这个小子啊已经被吴雪松给 KO 了。我们常说你把兔子逼急了，观众朋友们还咬人呢，更别说你将吴雪松这样一个恐怖的重炮手逼上绝路啊，肯定很危险了。好，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继续。开始霍斯坎是加强了进攻，吴雪松的本身力量是比他要大，比他要全身力量要比较大。值得看泰凡霍斯坎开始使用反击拳，不能小看泰凡霍斯坎这种冷拳冷腿的。对呀，他是不按套路出牌的，这个是你看看。刚才是吴雪松也遭受到重击。双方啊都在拼这种架。好了，结束了 ，KO， 这是完全直接 KO， 直接 KO。哇，比赛结束，让我们看一下精彩回放。哇，这一拳下去，这个泰凡霍斯坎整个人是趴到了地上。哇，这拳太重了，而且是一个左手的前摆拳啊，观众朋友们，太猛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吴雪松的下一个对手，他是曾经的 WBC 世界拳王何塞鲁拉斯啊，同样来自于墨西哥。与上一个泰凡霍斯坎相比啊，这个何塞鲁拉斯啊，在进攻角度上更为刁钻啊，打得更为凶狠。好，比赛开始了，我们看白色拳道是吴雪松，而黑色拳道啊何塞鲁拉斯。有过这个 MMA 的这个打法，但是我们看他站架并不像 MMA 选手那样拉得那么开。对，但是脚底步伐还是比较灵活。雪松要拉进去啊！对，这个何塞这个前后这个左右直拳的这个距离啊，非常的长，攻击距，而且他从来不会打这种中近距离的拳法，发力都是放得很长。打完的雪神中追的时候啊，这何塞的步伐转的比较活。对，他应该是研究过雪松。这场比赛的难度系数啊，相较于上一场来讲，真是高了不少。对手无论是在臂展上，还是在步伐的灵活度上啊，比上一个选手要高上太多了。对，又是一次，你看又是一次这种，而他是从上往下去压过吴雪松的前手，防守的前手。对，漂亮，继续。哇，刚刚又是一个前手后指，前虚几次啊！哇，前手，我维修救了啊！你的胳膊长，你的步伐灵活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吃到吴雪松的拳啊，你该倒还是得倒。甭管你在国际上有多大的名气啊，来我们中国，你是龙你给我盘着啊，你是虎给我握着好。吴雪松乘胜追击，哦，哪里跑？还敢用转身边拳？我让你转。应该是结束了。我们看何塞鲁拉斯呢，连站都站不稳了。比赛结束，让我们恭喜吴雪松啊！两场比赛都很精彩，打的都是顶级高手。好，再次恭喜，同时们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